为了能混进上流的社会，达奇决定去参加勃朗特的宴会。亚瑟对于这种上流圈子很是不耐烦，他觉得他们这些糙老爷们和那些人实在是格格不入，但为了达奇的梦想，也只能勉为其难地走上这一遭。等几个人换好了衣服，坐上马车去参加宴会，看见彼此穿着正装滑稽的模样，4个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等达奇他们到了地方，就被人带到2楼去见勃朗特。勃朗特给达奇介绍起参加此次宴会的几个人，他们是圣丹尼斯的市长勒米厄、瓜马岛的总督福萨尔、南联盟的少校克劳利、报社的老板费洛斯，还有印第安的酋长洛雨。这些人不是达官就是显贵，然而他们在勃朗特眼中却都是一文不值，他毫不遮掩对他们的藐视与嘲讽。就在这时，勃朗特试探地问达奇：“如果我需要，你可以帮我干掉他们吗？”达奇回绝道：“我们不是嗜杀的刽子手，要杀人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。”见达奇他们不能为自己所用，勃朗特心生恨意，但他却喜怒不形于色，于是就问起达奇此行的目的是什么。达奇不想让勃朗特看低了自己，就直接告诉他是为了钱。勃朗特听了会心一笑，说：“你们可以去抢有轨电车站啊，那里白天可是有大量的现金。”此时达奇已经非常信任勃朗特，认为是勃朗特带他进入了上流人的社会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勃朗特的陷阱。为了能打探到更多的有用信息，达奇决定他们4个人分头行动。亚瑟的目标就是市长勒米厄，他本来还犯愁怎么才能和他套近乎，此时刚好有一个酒鬼骚扰市长，于是亚瑟就帮他打发了这个酒鬼。市长对亚瑟表示感谢，并且欢迎他来到圣丹尼斯。后来亚瑟在无意之间听到康沃尔的名字，于是他潜入市长的办公室，把康沃尔给市长的机密文件偷走。而另一边，荷西阿打听到有关本地的银行信息，这可不是瓦伦丁那种小银行可以比的，这可是真正的大银行，每一天里面都有大量的现金进出。而达奇又打探到游轮上有一个赌局，里面同样有大量的现金，也就是说除了笨蛋比尔，每一个人都打探到了有用的信息，一个是勃朗特说的有轨电车站，一个是荷西阿调查到的本地银行，还有达奇打听到的大额赌局，最后是亚瑟窃取的机密文件。这个文件是有关印第安酋长和他部落的，至于接下来优先干哪一票，还需要从长计议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亚瑟就收到初恋玛丽的来信，在信中他感谢亚瑟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他的弟弟杰米现在也回归了正常的生活，他说这一切都是亚瑟的功劳。玛丽希望自己和亚瑟都能勇敢一点，不要再错过彼此了。在信中，玛丽也提到他又有了新的麻烦，他希望亚瑟可以再帮帮他。对于亚瑟来说，只要是玛丽的事，他就绝不会推辞。于是他立刻骑马赶往圣丹尼斯。等见了玛丽，仍然是心跳的感觉，心里充满幸福与甜蜜。亚瑟仿佛又找到了初恋的感觉。就在这时，亚瑟忽然想起今天还没有刷牙，于是就用手指在嘴里蹭了几下。为了玛丽，就算是让亚瑟去死他也乐意。可当玛丽说需要帮助的人是他的父亲时，亚瑟整个人的心情都不好，于是他转身就要离开。想当初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反对，亚瑟和玛丽2个人才没有走到一起。但面对玛丽的苦苦相求，亚瑟终究还是于心不忍，于是就答应了玛丽的请求。2个人骑马来到圣丹尼斯的马厩，接着一路跟踪玛丽的赌鬼老爸。后来发现这个老头竟然把玛丽妈妈的胸针给卖了，这个胸针可是妈妈留给玛丽的唯一念想。看见玛丽焦急万分，亚瑟许诺一定帮她追回胸针。经过一番追逐，亚瑟成功拿回胸针。说起来买胸针的这个人还怪好的，不但没要亚瑟的钱，还把自己的钱都给了亚瑟。接过胸针，玛丽表示感谢，2个人并排走着，眼见马上就要分别，玛丽试探性地问亚瑟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剧院。等亚瑟答应自己的请求，玛丽松了一口气，接着2个人有说有笑走向剧院。剧院的节目相当精彩，但更精彩的是亚瑟的内心。此时的亚瑟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，他好像一个羞涩的大男孩，迟迟不敢行动，害得玩家都替他着急。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从剧院出来，亚瑟送玛丽离开。此时玛丽再也按捺不住对亚瑟的感情，她请求亚瑟和他一起离开。 Run away with me, Arthur. Run away right now and don't look back. Anything I want to, but I've got some people I need to take care of. Once they're free, then I'm free. Then I can disappear. 听了亚瑟的话，玛丽很是失望。她最后看了亚瑟一眼，然后坐上电车离开。看着玛丽离去，亚瑟满眼也都是不舍。但造化弄人，相爱的2个人终究是无法在一起。